噔噔噔噔，熟悉的钟声响起，又到了狐狸猫跟小树蛙最期待的生物课的时间了。今天老师一开始上课就说，这堂课的主角是狐狸猫跟小树蛙。这时候两人满脑子的问号，到底今天要上什么课呢？原来老师打算趁着上次他们来问受气跟动气的问题后，老师记忆还犹新时，也教其他的同学们。老师开始从机器人展讲到机器人怎么接受讯息，再到机器人是怎么表现动作的，每个同学都感到非常有兴趣。接着讲到狐狸猫跟小树蛙差点在马路上出车祸这件事，大家都觉得这件事非常的惊险。不知道你们还记得狐狸猫他们看到迎面而来的卡车后做了什么反应吗？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吗？当时他们的眼睛看到了迎面而来的卡车后，接着他们的脚就接受了指令，让他们往人行道跳去，避免危险。之前有提到了，在这中间的过程中，是经过讯息的传递才能完成动作的。那这些讯息是怎么在受气到动气间传递的呢？这其实跟上堂课学到的神经系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生物体内或外界环境的改变就是一种刺激，受气接受到刺激后，会将讯息经由周围神经传到中枢神经。中枢神经就像指挥官一样，进行讯息的整合、判断并下命令，经由周围神经将命令传到要执行动作的动气上，产生反应。周围神经的神经元根据传递讯息的方向或功能的不同，可以分成感觉神经元跟运动神经元两种。感觉神经元负责将讯息由受气传递导到中枢神经，运动神经元则将讯息由中枢神经传导至动气。这些讯息的传导路径就称作神经传导途径。下列关于神经系统及神经元的相关叙述，何者正确？ A. 神经系统由神经元组成。 B. 感觉神经元负责将讯息由中枢神经传导至动气。 C. 神经传导途径的起点为动气。在前一单元学过，大脑是掌管意识的主要中枢，所以讯息需要经过大脑判断、下指令，再传到动气，产生的反应叫做意识反应或意识动作。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狐狸猫跟小树蛙看到卡车迎面而来，就是他们眼睛内的受气收到讯息时，讯息会借由感觉神经元传到大脑，接着由大脑整合发布跳到人行道的指令，大脑发布的指令传到脊髓后，再借由运动神经元将讯息传到动气。这里的动气是脚部的肌肉，做出跳到人行道的动作，才完成了整个意识动作。就像这个例子，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反应都是属于意识动作。虽然神经细胞有很长的神经纤维，可以快速传递讯息，但是神经传导还是需要点时间的。这段时间叫做反应时间。有关反应时间进一步的内容，我们在下支影片会再跟大家介绍哦。下课后的狐狸猫觉得喉咙有点不舒服，便去饮水机装了热水来喝。但他没注意到，他拿的杯子是铁杯。瞬间，他的手指碰到热水杯时，狐狸猫就将他的手收回了。而后随着而来的就是狐狸猫的手指头感到又热又刺痛，赶快去泡冷水以减轻疼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经验呢？这种瞬间做出反应的动作，是受气接受刺激后，不经大脑意识控制的快速反应，称为反射作用，可以缩短神经传导的反应时间，
以应付紧急状况，降低伤害，节省大脑的脑力。像狐狸猫的手不小心碰到热水杯时快速缩回的反应，就是由脊髓所控制的反射作用，而眨眼、打喷嚏、咳嗽、唾液分泌等反射动作，则是就近由脑干所控制的反应。有些反射动作会伴随后续的意识动作，像狐狸猫的手摸到热水杯后立刻缩回，视为脊髓控制的反射动作。在脊髓下达手缩回的指令的同时，也将讯息同步传到大脑的感觉区，产生又热又痛的感觉。大脑整合讯息后，命令手指赶快去泡冷水，以减轻疼痛。这些动作皆为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反射动作。下列关于反射动作的叙述何者正确 ？A. 反射动作的传导途径没有经过中枢神经。B. 反射动作比起意识动作通常较复杂。C. 反射动作通常是瞬间的反应，不经意识判断。如果想知道更多反射动作，我们可以用个简单的实验来观察。找个搭档，2两一组，让受试者坐在椅子上，一条腿自然地搭在另一条腿上。测试者用橡皮锤或手掌内侧边缘，快速地敲击受试者上面那条腿膝盖下方的韧带。我们可以注意观察受试者小腿的反应。当我们敲击受试者膝盖下方的韧带时，会发现他的小腿瞬间弹起来。从我们的韧带内的受器接受到敲击的刺激后，讯息会被传到脊髓，再立即传到肌肉，产生小腿弹起来的动作。从这项反应的神经传导途径来看，讯息并未被传导到大脑，而是传到脊髓时，脊髓就下达指令。这就是一种反射动作，我们称为膝跳反应，或称膝跳反射。请问以下选项何者正确 ？A. 膝跳反应是意识动作的一种。B. 有经过大脑意识决定的反应叫意识动作。C. 反射动作跟意识行为的神经传导途径相同。一样的，在下课之前要来帮大家来个重点整理哦。1. 经由大脑意识控制的行为称作意识行为。2. 不经过大脑，由脊髓或脑干下指令所完成的动作称为反射动作。3. 反射动作是用来应付外界刺激的紧急措施，也是争取时间和节省脑力的有效方法。4. 反射动作和意识动作会伴随发生。我们常听到开车要保持安全距离，请问你觉得这原因是什么呢？跟我们的神经传导途径或是速度有关系吗？欢迎在下方留下你们的意见哦，我们就下堂课再见。